我以我的生命起誓，一定会将他毫发无伤地带回去。无论占卜多少回都是一样，旱灾已经无法避免。你说的没错。是该通知他，现在的王国也只有他会关心此事。天亮后，你带我的信去找宰相大人，请他务必马上思考对策。既然来了，不如一起赏月吧。无妨。我记得你是希尔奈王公的女儿。你第一次来王城的时候，我们见过。你怎么会来这里？怎么不往下说？是我的身份让你有所顾虑吧？我知道这有点难，但如果可以，我希望你可以忽略身份的桎梏，就当我们是两个萍水相逢的普通人，将你的烦恼说给我听。不用急着勉强自己转换态度。先让我猜猜，你离开宴会到这里来的原因。你是不是想家了？其实每年都有很多像你一样被送到王城的人，他们一开始都很想家。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留在了这里，只有极少数人回去了。在我认识的人中，你是第一个这么快接受现实，并且想要去改变的人。
如果你真的想要回家，不妨利用你身边一切可以利用的资源，来达到这个目的。没错，既然法老将你安置在神庙学习，那你何不争取大祭司的信任，然后伺机寻找回家的机会？再或者，你也可以利用我，只要你能拿出让我不得不跟你做交易的筹码。宴会快结束了，回去吧。多谢。没想到还是跟去年一样的结果。大祭司那边有什么交代吗？其实从第一次占卜结果出来后，我便命人去寻找新的灌溉水源，可惜结果都不太理想。再这样下去，旱灾过后，恐怕会产生大量受饥荒影响的灾民。大人，宰相大人！大人正在谈事情，你别……出了什么事？大人，我的朋友在寻找水源时被沙毒虫咬伤了，求您救救他！你别着急，先把伤者放下来。大人，我的朋友怎么样？需要优先把他体内的毒清出来。我派人去找医生替他治疗。没用的，我去找过医生，他被图特西斯殿下叫走了，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回来。图特西斯殿下不是有自己的御医，为什么还要？你懂医术？好，那事不宜迟，有什么需要尽管告诉我。祭司大人，我朋友他……太好了，我替我朋友谢谢祭司大人和宰相大人的救命之恩。啊，既然没有大碍，你先扶他去客房休息，等痊愈了之后再离开吧。这次的事多谢你。好。哦，对了，你刚刚想跟我说什么？老实说，除了从王国别处调粮，我暂时没有想到更好的办法。什么办法？你想要什么？你变了许多。比起第一次见面，现在的你，已经学会用自己的优势，来换取自己想要的东西。
当然，那一晚我好像花了不少时间，让你放下防备。你还记得我那天晚上说的话吗？我是否会与你合作，取决于你手中筹码的价值。我是否会与你合作，取决于你手中筹码的价值。略有耳闻，听说那是一个多矿但却很干旱的国家。我曾听一个吟游诗人提过，有一种抗旱能力很强的黄金种子。相传它只需要少量的水就能在土地上存活，而且产量也比一般的种子要高。应该是外面的人以讹传讹，才会出现这样的说法。确实是个我无法拒绝的条件。希望我们合作愉快。我知道你不必担心，只要拥有种子，我一定会引入必要的水来灌溉。还有，我们现在已经是合作关系了，那么今后，你也不必用尊称来称呼我了。不过是虚名而已。我希望我们能够抛开这些，你可以试着直接叫我的名字，左然。那么黄金种子的事情就有劳你了。好，路上小心。大人被法老罚了，具体不清楚。大人回来后就把自己关在书房里，什么也没说，我们也不敢问。但不用想也知道，法老自从继位后就一直跟大人唱反调，现在竟然还……哎，说这些也没用。祭司大人，您去看看吧。大人吩咐过，您来了的话不必通报，直接进去就好。你什么时候到的？来，看看我规划的饮水图。这条红线勾勒出来的，就是饮水渠会流经的地方。我测算过，按照最低的灌溉要求，最有效的办法就是从贵族区饮水。不，
是我在不知不觉间靠得太近了。你刚才担忧的确实是目前最大的问题。其实今早我已经提出了这个设想，但遭到了大贵族图特西斯的反对。他将从贵族区饮水的行为，直接上升为对贵族权威的亵渎。图特西斯要求法老做决断，结果是我将无限期思过，这段时间都不必去宫廷处理政务。怎么了？谢谢你担心我，不过没必要为这种事生气，否则我现在应该早就气死了。谈判是必然的，但在此之前，我要先准备足以说服他们的筹码。黄金种子的事，那就好。时间不早了，我送你回去吧。也许是因为在成为宰相之前，我也是个平民，懂得他们的需要，他们才会如此信任我。我一直有个问题想问你：为什么选择跟我合作？以你手里的筹码，应该还有别的选择吧？那大祭司呢？看得出来他很信任你。谢谢你选择了我，我不会让你失望的。啊，您描述的这个人确实出现过，不过他还没进大门就被图特西斯殿下的侍卫押走了。好像是说他身上有赃物，可我看那个人也没带什么东西啊。应该是被关在图特西斯殿下的宅邸吧？据说那里有很多秘密牢房，专门用来教训那些不听话的人。怎么了？那个人是您的朋友？啊，当然，虽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，但如果你有难处，可以去拜托我们的宰相大人主持公道。虽然我从来没有跟那位大人讲过话，但我听说只有他才会不畏强权的秉公处理。
进来。好，你说。这是什么时候的事？为什么这么说？也就是说，他有可能把种子藏在了城外。如果是这样，那现在的局势还不算太糟。留给我们的时间确实不多，而且图特西斯的宅邸守卫森严，我的人很难潜入营救。不过，我可以借谈判进入图特西斯的府邸，然后伺机去找迪尔的下落。你先别急，贵族们决策有一个由来已久的弊端：优柔寡断。他们做出任何一个决定，都要经过冗长的商量过程，而这段时间就是我的机会。所以这次谈判至关重要，只许胜利，不许失败。不行，我之前行事一般都不带侍从，如果这次去谈判突然带上，会引起贵族的警觉。你不用担心，我会安排他们在图特西斯府邸外面接应。没有必要，你只需要把迪尔的特征告诉我。好，但不能现在就去，我需要一点时间准备图特西斯府邸的地图。关押地点的情况也需要事先调查，还有救人之后接应撤离的路线。麻烦你了。我还想是谁这么没有礼数不请自来，原来是我们的宰相大人。贸然来访，确实是我思虑不周。既然知道是自己失礼了，不如回去学习什么叫贵族的礼仪之后再来吧。好了，宰相大人，你来找我是有什么事吗？确有一事。饮水规划图。宰相大人，你还没有放弃要我们饮水给平民？不错，旱季即将来临，若不尽早解决灌溉的问题，王城今年将颗粒无收。那又如何？您还不明白？平民没有粮食上缴给王国，在座的各位也会面临无粮的窘境。危言耸听。不过是王城收不上粮，对我们根本没有影响。宰相大人，看你的规划图是以卡加湖为源头修建水渠。是。卡加湖是离灌溉渠最近的湖泊。我记得卡加湖是先王经常散步的地方，他生前那么器重你，你就是这么报答他的？我就说嘛，怎么能指望卑贱的平民知恩图报？先王之所以经常在卡加湖附近散步，是为了勘测那里是否适合修建水渠。
不可能，尊贵的先王怎么会为区区平民做到这个地步？图特西斯殿下，您认为对王国来说，最重要的是什么？当然是维护法老的权威。你想说什么？先王曾告诉我，没有平民的信任，法老的权威不过是空中楼阁。平民是王国的基石，殿下，饮水不单单是为了他们，也是为了王国的稳定。您屡次阻挠饮水，难道是想置王国于动荡不安之中？宰相大人这么替平民说话，难道是想造反吗？我奉劝你一句，既然已经当了法老的走狗，就好好扮演你的角色。处理旱灾饥荒本就是你的分内之事，请不要把责任转嫁到我们贵族身上。宰相大人，明白了，就带着你的这些东西赶紧离开这里。有时间在这里摇尾乞怜，还不如早点想想办法。实在不行，你也可以退位让贤。图特西斯殿下，可否请教您一个问题？宰相大人，请问。我一直很好奇，殿下是否明白什么是贵族？愚蠢的问题，当然是拥有高贵的血统才配成为贵族。这就是你们的答案。看来在盛世之下，你们早就忘记了自己的责任。贵族之所以成为贵族，是因为你们身上背负着比平民更多的使命。如果只享受特权，却对平民的生死无动于衷，这样的贵族，迟早会被推翻。左然，你疯了！别怕，图特西斯的怒气对我们有利。大祭司怎么会知道此事？你少拿大祭司来压我们！图特西斯殿下，如果以您为首的贵族继续固执己见，拒绝修建饮水渠，那么我只能将现有的情报都公之于众，民众会知道，到底是谁堵死了他们的生路。也许他们会为了生存而反抗，您应该清楚，这会引发什么后果吧？我以为宰相大人作为王国的管家，不应当做这种损人不利己的事情。我想真正在做损人不利己的事的人，不是我，而是你们。任何一个国家，都应当满足其民众对于生存的基本需求，否则他们极有可能通过暴力去争取。
你应该很清楚，这种事情在历史上早就屡见不鲜了。左然，你不要危言耸听。危言耸听？我只是在陈述客观事实。你够了，安静一点。是，图特西斯殿下。关于饮水的问题，请容许我们商量一下。二位可否移步花园稍作休息？好，那我们就静候殿下的答复。再往下的台阶有些陡，我牵着你，好走一些。在回答你的问题之前，我想先问你一件事。大祭司根本不知道我们今天来找贵族谈判的事吧？其实，我只是跟你做了一样的事。原来你还记得。我很了解图特西斯，他那样的人是绝对不敢冒险的。小声点，我们到了。这里的守卫不多。你先在这里躲一下，我很快回来。怎么了？你是在担心我？不用担心，我虽是文官，但偷袭几个守卫并不需要很好的身手，相信我。我不能走，这里很危险，我不能置殿下的安危于不顾。第二，我明白你的顾虑，但你留在这里只会让他更危险。什么意思？很简单，你现在是一个囚犯，而他是图特西斯府上的客人。要是被别人看到你们在一起，你觉得他会不会受到你的牵累？可殿下的安全……
至于他的安全，我以我的生命起誓，一定会将他毫发无伤地带回去。可是，我明白了，殿下，请您一定要安全回来。不用放在心上，不过有一点你理解错了。我对迪尔做的承诺，并不是劝说他离开的借口，而是心之所想。其实从我答应让你同行的那刻起，我就已经决定要用生命保护你。我们进去吧。怎么样，宰相大人，愿意接受我们的条件吗？我们尊贵的法老也许巴不得脱离宰相大人的管束。宰相大人，尽快决定吧。还是说你根本无法放弃手中的权力？好，我答应。什么？我答应辞去宰相之位，但此次饮水渠的修建必须由我负责。此外，我希望殿下不要再打黄金种子的主意。什么黄金种子？宰相大人是在跟我打哑谜吗？我在说什么，殿下心里清楚。还是说你想让您家中私设牢房、滥用私刑的事闹得人尽皆知？好，我答应你的条件。口说无凭，我们还是签一份相关的协议如何？可以。那宰相大人准备什么时候向法老提出辞呈？殿下希望我何时提？未免夜长梦多，不如就今日吧。好，那就依殿下。这就是你与图特西斯谈判的结果？是，请您准许我请辞。以宰相大人的能力，似乎不应退让至此。能在离开之前听到您如此坦率的称赞，我很高兴。
至于退让，在我远离政务的这段时间，您已经证明了自己的能力，所以我想趁此机会，将您父亲交到我手上的权力，平稳地还给您。您一直是一个非常优秀的继承者，只是还太年轻，容易被误导。但这一次，您无论是在处置我，还是安抚贵族上，都做得非常的出色。可，父王不是命令你教导我吗？既然说到教导，那我就教您最后一课吧。身为法老，您必须记住，手中的权力越大，压在身上的责任也就越重。治理国家不是一条坦途，不过我相信，您一定会如先王一样，成为一位开明的统治者。根据我的预估，最快在半个月之后完成，到时种子……确实有一件，之后培育种子会很忙碌，你每天往返神庙太过麻烦，要不要暂住在我家里？不会。你在我身边，我们可以时常交流进展，若发现问题也能及时处理。早，睡得好吗？你已经很久没有好好休息了，我想让你多睡一会儿。没关系，我来是想带你去看看我们的成果，现在方便吗？不是那边，我们去神庙的最高处，那里可以看到王城的全貌。再过几个月，那些食物就会成熟。怎么了？祭司大人，下午我们会在这里举行庆典，您二位可一定要来啊！是啊是啊，我会用新酿的啤酒招待两位。那我就做面包给你们尝尝。您来的话，大人也一定会来的吧？我会去的。太好了啊！你们一定还有事情要谈，我们就先不打扰了。
确实有一件事要告诉你。从今天开始，你自由了。法老和大祭司已准许你返回故乡。不过作为条件，希尔奈每年需向王城供应足够的黄金种子。但这应该是暂时的，王城也会培育自己的抗旱种子，相信你在听我说话吗？应该会离开王城吧，去王国的其他地方看看。左然，我有些事情要与你单独谈谈。别担心。法老从其他出口回去了。庆典好像快开始了，我们先过去吧。怎么了？一副心不在焉的样子。还说没有？你看你眉头都皱起来了。你是不是很在意刚刚法老跟我说了什么？对不起，让你担心了。我没事。法老来找我，是为了把辞呈还给我。这是你上次给我的辞呈，现在还给你。我已与贵族们达成协议，他们同意由你继续担任宰相。为什么？您不是一直想要收回法老的权利吗？现在正好是绝佳的机会。我虽然不喜欢被管束，但我很清楚你的实力。我父王不正是明白这一点，才力排众议任命你为宰相的吗？而且，你愿意为了王城的平民放弃权力，不计得失地阻止饥荒，让王城免于混乱。老师，希望你可以像之前一样辅佐我，让我成为一个明智的法老。是，尊贵的法老，我将穷尽我所有的才能，为您和王国服务。没有，我现在说那个已经没有意义了。我本来打算送你回家，
然后在希尔奈住一段时间。我一直对那里的矿石很感兴趣，但现在……摔疼了吗？别动。等会儿庆典就要开始了，我们现在出去，一定会被他们拉着去体验各种活动。先在这里躲一会儿，好吗？我不习惯参加庆典，因为这种庆祝的氛围会让人放松警惕，而我不能如此放松自己。我在听。我知道，谢谢你愿意留在我的身边。我答应你，等到我的职责结束的那天，一定陪你一起回故乡。庆典应该还要持续一段时间，要不要去神庙走走？你来了，我刚刚起草了一份关于商业的政令，你也来看看吧。没关系，只是耳朵稍微有点痒。这几天的天气都还不错，要不要一起去散步？这几天的天气都还不错，要不要一起去散步？没关系，只是耳朵稍微有点痒。是我们一起培育的黄金种子，之前他们送了一袋过来，一直没有机会给你。不用，其实差不多都忙完了，
接下来，我会去王国各地进行实地考察，你要不要一起去？好，那之后我们一起去采买出行的物品，路途有些远，需要置办不少东西。按计划会从都城出发，一直向北，直到与邻国交界的法里姆绿洲。对，那里的天空和湖水都很蓝，入夜后可以看到漫天繁星。相传，相恋之人若在法里姆的繁星下互许承诺，那么王国的星河将会永远守护他们。我明白，但如果我有别的意思呢？我想和你在那里许下一个郑重的承诺，你愿意吗？不突然，其实我已经思考这个问题很久了。我们相识的时间不算短，也很清楚对方就是自己认定的那个人，所以我想给你一个郑重的承诺，希望在你的未来都有我相伴。抱歉，是我太心急了，你可以慢慢考虑之后再给我答案。